Hello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这集我要来讲一下交通板这个东西。如果你是个新手，而想要买一张交通板来通勤的话，那这一集的内容非常适合你。首先，我们来定义一下什么是交通板。我自己说不准。那我们来看看 Santa Cruz 这一家位于滑板的发源地加州，现存最老的滑板公司，它的网站上怎么说的？交通板的英文是 Cruiser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Cruiser 里面有什么东西。Shop all cruisers。好的，你可以发现这边的 cruiser 它，有长有短，有看起来像长板形式的，有看起来像技术板双翘尾的，也有我们比较熟悉单翘尾的交通板。它们的共同点呢，就是都配备了软轮。那软轮绝对是交通板里面最重要的元素，它可以让你在粗糙的路面有更好的滑行体验。除了软轮之外，你会发现这边的交通板它都比较宽一点。综合以上我们看到的，我们可以说软轮跟宽板面这两个事关滑行体验的要素，就是交通板的精髓所在。其他长度、轮距、单翘、双翘，甚至有没有板尾都是其次而已。我自己是买来这一张 Element 交通板，最宽的地方有 9.5 寸，腰部这里比较窄，大概只有 8.5 寸，头尾双翘，总长32寸。考量到携带性、功能性以及舒适性，我非常建议新手选择29寸到33寸，宽 8.5 寸以上，踩踏面比较宽的版型。目前台湾买得到的大概就有 Santa Cruz、Loaded、Land-Arch、Dusters， 还有 Arbor 等等的品牌。Santa Cruz 这一张基本上就是一张放大的技术板，它长 32.26 寸，宽超过 9.5 寸，踩起来非常的舒服。轮距则是蛮正常的，大概15寸左右。这一张有完整的板头跟板尾，你做任何招式都没有问题。再来看一下这张 Loaded Balloona， 它虽然比较短了一点，但是它够宽，所以在上面踩起来也是非常的舒服。而且重点是它用了 RKP 轮架，这种轮架转弯起来的感觉会比 TKP 轮架线性许多，对新手是蛮友善的。Land-Arch Tugboat 这一张板子很不错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张放大版的小艇，它宽达9寸，所以你站在上面绝对是会比小艇舒服许多。Dusters 这一张跟 Tugboat 其实蛮像的，它就是一张正常尺寸的交通板。而下一张 Arbor 这一张，你会发现其实它没有特别的宽，它只有 8.65 寸。我会把它拿进来的原因是它轮距拉到了17寸，这对滑行的稳定性非常有帮助。话说回来，台湾其实比较流行的是 Mini Cruiser 这个尺寸，典型的代表是 Land-Arch 的小艇，全长 28.5 寸，宽8寸。我手上这一张是 Arbor 的 Mini Cruiser， 全长 28.75 寸，宽 8.25 寸。你们可以比较一下它跟全尺寸交通板的差异，其实就是稍微小一点点，然后窄一点点而已。这种版型比较小，比较容易携带，但同时还是有做板尾，保留了不少可玩性。是各家厂商的兵家必争之地，但是这种 Mini Cruiser 其实不太适合新手拿来通勤。你可能看网络上那些影片，他们在街上跳啊、翻啊，甚至做 slides 都没什么问题。但你不要忘了，那些是专业的滑手，他们的工作就是滑滑板，而你的工作不是滑滑板。对一个专业选手来说，要操控这个尺寸的板子当然是没有问题，但以一个通勤为目的的新手而言，我认为这种板子它太短太窄，并不是那么好上手。可以的话，还是尽量选择这种全尺寸的交通板，你的学习曲线会比较顺利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东西叫 Cruiser， 这个东西叫 Mini Cruiser， 那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呢？这个东西叫垃圾。我真的不是很喜欢这种板子，除了图案好看之外，一无是处。它的板身形状非常的奇怪，它是有点凸起来的。或许这样很适合赤脚踏在上面吧，但是说真的，你在街道上滑行的时候，它非常的没有安全感。你看其他板子这边都有做基本的 concave， 可以让你脚踏上去的时候有种被包覆的感觉，这对操控跟稳定性有非常大的帮助。偏偏呢，这种板子它给你做成凸的，踩在上面真的超级怪。我用滑板通勤2年了，但我踩到这种板面上的时候，我也不敢把它推太快，
因为只要一个震动，都可能把你像刚刚那样，只要一个震动，都可能把你整个弹下去。另外，它的板身太窄又太软，让操控性非常的糟糕，连要做个最基本的 kick turn 也非常尴尬。所以这就是一张既不能玩招，也不适合滑行的垃圾。撇开这种垃圾不谈，这些带板尾的交通板是设计来让你兼顾滑行又能玩点招式的。但说真的，不是每个人都想要玩招。对某些人而言，甚至连 kick turn 都是不一定必要的。有时候能够舒服、快速的抵达目的地才是最重要的考量。这时候选择一张推行专用的滑板，绝对能让你溜得更快、更远、更安全。那我接下来就来深入介绍2张 Pantheon 推行专用的滑板。入门的话，我首推这张 Pantheon Trip， 它绝对是最经典的推行专用滑板。它是一张围绕着 150mm RKP 轮架与 85mm 轮组设计的滑板，为何不是搭配长板常用的 180mm 轮架呢？首先，我认为它并不算一张长板，它的长度其实只有 33.25 寸，比一般 8.5 寸宽的技术板长1寸而已。它双下降的结构，有极低的重心，加上 27.25 寸的轴距，让你用 150mm 的轮架就能有媲美长板的稳定性。也因为它其实一点都不长。要是你搭配 180mm 的轮架的话，你绝对会踢到后轮。搭配 85mm 轮子的理由应该不难理解，越大的轮子它的续航力就越好，在粗糙的路面上滚动也更顺畅。但是在这么紧凑的设定下，不是所有的 85mm 轮组都能搭配。我们先来看看什么叫做紧凑的设定。你看它这样真的是紧绷到不行。但是它又真的不会咬轮，这就是 Pantheon 不浪费任何空间的设计美学。官方建议搭配的组合有2种，其中一个组合 150mm Paris V3 轮架，加上 85mm 的 Speedvent。除了 Speedvent 之外，也可以选用 ATA Wheel 的 86mm McFly。150mm 的轮架搭配这2款轮组，边缘刚好会切齐9寸的板身，不但能让你放心的推行，而且视觉上非常的简洁爽快。这张 Trip 最近有跟 Loaded 推出联名款，在国外现在是卖到缺货。可惜的是，因为 Loaded 要搭配自家的 85mm Caguamas， 它是一款轮子的内侧比较肥的轮子，所以变成说，如果你从 Loaded 购买的话，它会搭配 165mm 的 Paris V3， 那这会让轮子稍微突出板身。这边你可以看到，我就搭配了一个 160mm 的轮架，它这边就稍微突出了一点点，虽然不影响推行体验，但是视觉上感觉差了那么一点切齐的美感。如果你现在没有任何滑板，而你想要入门长距离推行的话，那我首推会是这一张 Trip。因为它 RKP 轮架的设定，让转向非常的线性稳定，而且借由轮架角度的搭配，它可以让前后轮有不同的稳定性。最常见的搭配就是前轮放50度的轮架，后轮放一个40度左右的轮架，这样子你在练习前脚推行的时候，后轮这边会比较稳定。那假设你手上已经有宽度也刚好是150mm 左右的 TKP 轮架，可不可以装到这张滑板上呢？答案是可以也不可以。它装上去基本上是不会有咬轮的问题，但是因为 TKP 的结构本身就比 RKP 还要低，所以它会整个板身变得太低，当你在转弯的时候很容易就会磨到边缘，或者甚至你在过一些上下坡的时候，你就直接磨到底下的板身。那我就会推荐你买这一张 Pantheon 的 Pranayama。这张 Pranayama 是2019年 Pantheon 以 Trip 为基础打造的 TKP 轮架专用滑板，在不牺牲任何轴距的情况下，它比 Trip 更低更短，总长仅剩31.5寸。跟一张全尺寸的交通板其实根本是差不多的。那跟 Mini Cruiser 相比，它也就大那么一点点而已。如果你可以接受技术版那种尺寸，那相信这个尺寸绝对也是非常 OK 的。Pranayama 官方建议搭配 Paris Street 149mm。那实际上，如果你有任何
尺寸接近149mm 或是总长8.5寸的轮架，你都可以拿来用在这张板子上。而轮子的搭配则可以是 McFly， 或是 Kawama， 或是 Speedvent。如果你喜欢这种紧凑的设定的话，那你选这一张就对了。好，讲了这么多，新手到底该如何选择交通板呢？首先，我认为宽度是最重要的。板子够宽，除了能让你有更多的踩踏空间，对于操控性也非常有帮助。宽一点的轮架虽然会牺牲掉灵活性，但是对新手而言，稳定性才是最重要的。板身长度的话，见仁见智，但至少站上去之后，前后要保留一些容错的空间。如果你想玩一些招式的话，就选双翘或单翘的。如果你想要有更好的稳定性，那你可以选择一些牺牲板头而换取更长轴距的板型。如果你想要完全专注于推行的话，那就选完全没有板头板尾或是双下降，把轴距拉到最大化的板型。当然，通勤的距离与环境也会影响你板型的选择。双下降的板子虽然在马路上滑起来非常的爽，但是一旦在拥挤的地方或是地形有高低起伏的地方，你就只能下板走路了。小巧的 Mini Cruiser 在校园或闹区用起来还挺不错的，但是窄轮架跟短轴距无形中其实会消耗你小腿跟核心的力量，一旦滑行距离拉长，你就会变得非常吃力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，希望各位都可以找到最适合你的交通板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拜拜啦！